讲真的，英国过了10月之后，我真的不是很推荐来，因为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夏令时和冬令时的概念，就是他突然有一天10月底会把时间往前拨1个小时，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早上日出是7点钟，但缺点是它日落变成了下午4点钟，然后一下子就天黑了。对我们这帮喜欢拍摄的人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喜欢拍吧，对吧？泰晤士河怎么样？泰晤士河太美了，我喜欢拍日出，是吧？今天没有日出，然后钩子。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韩国，我们的剪辑师他说到20万赞，就带他过来。标记，这次怎么样？一定会，标记一定会。你说，标记必须是1-3，惜败给 T1。如果错了，丁一飞剪视频。你看，我们又是这句话，你们都是超时空战士，对吧？都知道了结果，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充满兴奋，一切都是未知的，这个感觉非常的美妙。所以怎么样？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今年2024年英雄联盟总决赛终局之战，就在这里，伦敦。一眨眼，这已经是第3年我在线下看英雄联盟总决赛了。那最不同的一点是因为在伦敦，我这次有太多认识的人，可以组织出很多完全意想不到的联动。比如我高中寄宿家庭那对兄妹，我给他们弄了4张票，于是他们邀请我们一帮子人去了一个英国的学生派对，莫名其妙认识了一大堆大学生。这帮人是真的嗨，我们12点忍不住回去睡觉了，他们才刚开始第2场，能够玩到早上5点再起来正常上课。而义军他刚结婚，带上了同样在我们公司做制片的爱人子璇，给他来圆梦看比赛。那 B 站的工作人员阿黄也正好来找我们玩，于是大家又变成了朋友，即便是第一次见面。反正这种把过去10几年的人际关系给穿针引线，实现意想不到交集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唯一的缺点是大家认识的都是不同阶段的我，聊的也经常会是我，所以很容易给现在的同事提供我过去的笑料，这个回旋镖难免会有点疼。Let's go.讲真的，在我们公司啊，经过训练以后，每个人都会拍东西。你看李思威现在已经开始煞有介事。你拍了什么东西啊？哦哟，确实还不错。哇哦！思威现在拍的样片是已经能剪进去的程度了。对啊，可以是一个合格的实习摄影。包的，他已经爱上了。你现在爱上拍摄了吗？还可以吧，可惜这期没有广告。现在你看，这和员工培训有什么区别？冯义军，ISO 400。李思威 ISO 800，钩子 ISO 800，光圈 f2.8，拍。好，开始。真好呀！第一次有这种我自己不拿相机，边上3、4个人全部拿着相机在那里认真拍。你要再开运镜了，不要没事搞这种瞎运的东西。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一些艺术家能够定义一个时代的视频拍摄风格。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土耳其的瞭望塔，但唯一缺点就是因为他太厉害了，导致后面学他的人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但是拍摄习惯呢又被弄坏了。所以你看到在3、4年前，所有博主包括我自己在内拍视频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就可以转场。要不要吃点英式早餐？哦。For English breakfast. British breakfast. Wow, Lord, my lord, my lord， 那也不是应该是你给我递上来，是我吃了吗？My lord， 那不是我吃了吗 Your Majesty, Majesty 不是应该我拿了吗 my English breakfast. 说说英式早餐的特点。英式早餐的特点就是它的组成永远是固定的，一些 bacon， 一个大香肠，一些烘豆，2个蛋，再加上一些很梆硬的面包，再加上一个这个形状很奇特的蘑菇。正常是小蘑菇，但没这么大的，这个蘑菇变异了感觉。这家店的这个早餐你怎么评价？我真的有美食博主的朋友，就专门做美食鉴赏的。就吃一口，他能告诉你里面加了什么盐，什么这个什么菜什么的，全部给你加出来，全部给你分析出来。说你也不知道。你瞎说一个我看看。哦，我跟你说，这个猪它是西班牙的草饲猪肉，M9 草饲猪肉，
这个猪是每天在山上跑了之后，晒到清晨第一缕阳光之后，直接杀给你吃的，然后通过冷链进口到英国来。然后你再看这杯可乐啊，这个有什么高？它用的是一个这个很特别的柠檬啊，这种柠檬啊，在英国他们叫做我日柠檬。我日柠檬就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我日柠檬，它是一个很鲜美的一个柠檬，就喝一口，哦，这口感非常绵密，你知道吧？入口柔，一线喉。你不当美食博主真可惜了。但是如果来英国，真的觉得这个英式早餐还是值得早上爬起来试一下的。一般就是酒店里面都会有，虽然要加点钱，但是就是吃一次还不错。吃一次还不错。哇哦，这个你怎么说？作为一个对自行车小有了解的人，这个车偷车的人非常贴心，就把他车偷的只剩一个车架了。这个太符合我对英国的想象了。没错，就是在这种地方。他连把手上的那个都偷丢了。又要掏出我经典的诗了，这个只偷不抢意大利，这个拿起就跑法兰西。又偷又抢英吉利，棒棒两强是美的。英国这边真的很离谱，就是你看所有动物都和口袋妖怪一样，就是各种各样都散装在地上面。我要收服它。好，来，你要收服它，来。Pokémon Battle 大赛。咕啾咕，咕啾咕，咕啾咕。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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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哒哒，为它取个名字吧。那个天虹，哈拉菩萨。你是作为我的好员工是会取名的。天虹，快使用夺鸡。人家是潘虹爱玩狗，我是潘天虹爱做视频。做视频。是的，潘天虹爱做视频。这个太牛了，这个鸭子这个松弛感，各位看一下，就是大工作日的不上班，在这里待着，这边有这么多鸭子，因为他们脚上都有脚环的。我鸭子不确定，但是那边的鹅反正是肯定是属于皇家财产的，就是属于王室的。其实他们就现在已经在上班了。这也是，真好哎，真好。我也想做鸭子。哪种鸭子？Bro， man，我一直觉得在英国玩是一个很奇怪的体验，因为免费的地方经常会比付费的地方要好玩。什么水族馆、动物园，在我看来真的不如这个 St. James Park 的这个公园的鹅要好玩。它零距离、不怕人，种群丰富、量大管饱，还有皇家编制，非常的尊。主人，请尽情吩咐妲己。如果你来伦敦做个休闲游，真的不用花太多钱。海德公园还有 St. James 公园非常值得一来，也可以顺着泰晤士河走上一走，这种英伦的感觉反而会更好一些。别人会觉得我们有神经病的，现在还没开始喝酒就开始嗨了，为什么？因为这里这个 BGM， 我们现在在英国这边一个比较大的 party， 因为现在万圣节其实才刚过嘛，他们会有比较嗨的一个过程。那这边放的 BGM 就是基本上所有喜欢航拍的人都会能用的一首 BGM， 然后听到这种就是剪片的人就会开始动起来，就我平常我不会跳的。Fancy and ice cream Nancy。你们觉得就是大家的英文名，你身边听过朋友英文名最带劲的是什么？不要说我以前的英文名。你以前英文叫什么？是吧？啊，你们都不知道，那太好了，我死都不愿意讲。Butterfly。真的，以前我跟你说，我非常确定我妈给我请的那个英语老师是个山寨的，在3年级的时候让他给我取个英文名，他给我取了 Butterfly。初2的时候忘记和谁和哪个外教提起了我的名字叫 Butterfly， 他没憋住直接笑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大对了，绷不住了，所以我以前叫 Butterfly， 现在叫 Tim。我认为这个改的还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改法。成功了。Timus。哇哦，色化草坪，我真的服了你们了，这帮人。
现在就是我每次要抒发点感情，这个真的我一要坐下来，他们就开始说实话。你给我演一遍，我怎么说实话的？色话场评。我有这么猥琐吗？所以，这就是这个绿色的草坪。哎，说真的，我有的时候就感觉，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让我们听着这美妙的 BGM 啊！哎，哎呦我操！狗屎啊！狗屎！我操！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嘲笑我，就是讲真的，大家愿意用我的语录，我是开心的，就是说明你认可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账号都在用，就有点怪。就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吗？你的抒发的感情被提出了前面的那一段的语境，就变成了一个空话，但是在那个语境之下是一个真情实感的表达。今年认识我们的人比2年前多了很多很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大家觉得我很熟悉，可是我却对他们一无所知。那在比赛当天，我甚至一度走不动道，一直在拍照，还有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战队的队员，要不要把我带进去，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就是个做视频的，我们这一伙人能够做的是变成一个不怎么高明的传送门，把屏幕前的你送到那时的我们身边。我们真的很想 BLG 赢，四维、钩子还有义军的丈夫子璇都是 LPL 多年的观众，希望能从我们的视角带给你一些独特的临场感。哇！看这里，看这里，今年我们的位置更好了。BLG，Let's go！ 加油！就欧美人叫的会比亚洲人响好几个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的，但是今天现场又是跟去年一样的情况，90%以上的G1粉丝。我们BLG势单力薄，就刚刚他们热场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 T1 的人在叫，BLG 人就就这样子。你们去 BLG 有点，什么叫你们BLG 啊？我们 BLG 差点意思。怎么办？等会要加油的，要应援的，要应援的，加油！应援的。 Hi guys, this is Sonny and BLG 牛逼！现在终于到了大决赛，大决赛了，心跳快不快？一个人的时间被收缩到比赛场上的25分钟，他所有的投入就在这25分钟里。今年的赛前短片，我觉得做的真的特别的棒。家人、决心还有梦想，每个人背后都有不能输的原因，但是赢家只能有一方。这种宿命感的对决，会让看的人忍不住心跳加速。但现在，我们和作为超时空战士的你，回到了同一条时间线上。我们以为第一次全华班的冠军这次可以诞生了，
但是 T1 3-2标记是最后的结局。这是我第2次见证 Faker 夺冠，他值得尊敬，能够在年龄增长、受伤不断的情况下，成为一个真正的传奇。只是当我看到 T1 在举杯全场欢呼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标记呢，拿着长焦找了半天，我看到了他们就这样站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没有导播画面，也没有聚光灯，就这样，他们走进了通道里面。我以为短期我应该见不到他们了，但比较巧合的是，在回程的航班上，我发现标记队员就坐在我的正前方。我没有打扰他们去拍任何素材，但在飞行途中，我去上厕所，我看到左手蜷在椅子上，在梦里面，他的眉头锁着，眼球不停地动。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其实，在比赛现场，我还是挺淡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反而会有点难过。如果呢？一眨眼，这个比赛就结束了，我也准备飞回去了。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飞的会比公司人早一点。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一般我要讲这个片尾的话，说他们老笑我说色话，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讲。但是你昨天经历了那个场面之后，你总会有点感想吧？对我来说，可能最残酷的一点就是我们做视频的人，我一条做的不好不要紧，我过15天，我努力半个月，我再做一条更好的，那也就翻篇了，我心里就和自己和解了。但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训练几年，还有10年的酸甜苦辣，很有可能就被系在了昨天的25分钟的比赛之上，然后这个结局是没法改的。你不说他职业生涯结束，但是可能50%、80%都在昨天的一个瞬间了。这个感觉我真的觉得有点太残酷了。我会忍不住去想，我最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就是成年人的事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一旦推敲，你看到的要不就是一地鸡毛，要不就都是委屈。对标记来说，我觉得应该更多都是委屈吧。他们真的努力打了，但是就是委屈。我不知道，就是也许没必要说的这么悲伤，因为明年我们还会再见。但是就差这么一点，真的就差这么一点。这期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吧。虽然真的有点遗憾，但是讲真的还不是终点。我们在成都还能够再次相遇，所以2025年，我希望能再给各位再来做这样一期视频。希望那一次是一个真正的 happy ending。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 means, what it means.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